F-16V 电战最强套件来了，诺斯罗普为 NAPG-83 雷达开发最新一代电战套件，目前已经通过实验室整合测试。如果顺利的话，将在今年装载到 F-16V 机体内进行首次试飞，直接让 F-16V 拥有与5代战机掰手腕的电子作战能力。今天火力军就来聊一聊 AN/ARQ-257 电战套件。作为 F-16 系列战机的最新版本， F-16V 换装了主动相控阵雷达，升级了任务计算机，同时也改进了座舱。虽然不能让 F-16 战机的战力翻上几倍，但至少能获得非常大的提升。从 F-16AB 开始，再到 F-16CD 以及 Block 60版本，这架4代机已经生产了近5000架，而 F-16V 的出现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4代机演变历程。由于 F-16V 最主要的升级项目就是换装了 AN/APG-83 主动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达到370公里，远远超过此前使用的 AN/APG-66 雷达。即便是面对5代机， F-16V 在探测距离上也不再吃亏，拥有了先敌方向的能力，同时还强化了 F-16的多用途能力。其作用不仅是对空、对海、对地的多用途，而且包括对低慢小的无人机，甚至具有一定的反隐身能力，可以同时跟踪20个目标，战场感知能力提升了220%。这一套升级下来，使得 F-16V 当前使用的电子战系统已经无法与这款雷达进行有效配合。为了最大化加强 F-16V， 美国空军在2021年1月份授予诺斯罗普公司一份合同，要求打造出一套先进电子战系统。之所以选择诺斯罗普公司作为主要承包商，主要还是因为 F-16V 装备的 AN/APG-83 雷达也是这家公司的产品。继续让诺斯罗普公司操刀，可以让最新电子战系统与最新雷达进行有效结合。按照美军预期，在装备最新一代电子战系统之后， F-16V 将拥有与5代机正面对抗的电子作战能力。按照美国空军的要求，最新电子战系统将通过检测、识别以及击败先进的威胁系统，来保证 F-16V 飞行员免受先进制导武器的威胁。同时 AN/ARQ-257 电子战套件，按照诺斯罗普公司的说法， AN/ARQ-257 电子战套件将通过开放系统超宽带架构来提供更大的带宽，将为 F-16V 提供全频谱雷达预警、威胁识别以及针对现代战地战威胁的先进对抗措施等。这套电战套件既可以内部安装，也可以通过外置吊舱使用。美国空军在2021年授予的合同其实是2019年11月授予合同的延续。当时空军选择了 L3 Harris 公司与诺斯罗普公司来开发演示新型电子战套件的原型，来提高 F-16V 的电子作战能力。2021年9月，诺斯罗普公司宣布 AN/ARQ-257 电子战套件已经在美军举行的北方闪电21演习中进行了首次与机载雷达协同工作的飞行试验。诺斯罗普使用一架飞行试验平台搭载 AN/ARQ-257 系统与 AN/APG-83 有源相控阵雷达，在美国联合干扰机生成的高密度射频信号环境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在试验中， AN/APG-83 雷达探测了多个空中与地面目标，并与目标进行了交战。同时 AN/ARQ-257 负责检测、识别一系列的高级威胁，并按需对其实施干扰。实验证明，依托于开放式系统架构与数字波形设计，两者可以进行有效结合。同时，运用雷达的精确目标识别能力与先进电子战系统的敏捷干扰能力，对多类多个目标一边探测一边干扰。这将极大提升作战飞机在复杂对抗环境中的打击与生存能力。显然，在这场演习中， AN/APG-83 雷达与 AN/ARQ-257 电子战套件实现了从脉冲到脉冲的多功能互通性。这意味着雷达与电子战系统能以少数脉冲间隔时间分时交替工作。
由于间隔时间很短，两者基本接近于同时工作，证明两个系统进行互操作并不会产生重大干扰，甚至还能提供一些额外的高级功能，这是此前的 F-16战机所不具备的。这就意味着 AN/APG-83 可能会具备电子攻击能力，这与 EA-18G 的能力有些相似。在2005年，美军披露 EA-18G 咆哮者装备的 AN/APG-79 有源相控阵雷达可以与 AN/ARQ-218 电子战接收机新型通信对抗系统进行协同作战，使得 EA-18G 电子战机在进行攻击性电子干扰的同时，还能保持电子监视以及基于射频的无源态势感知。这种能力也被称为接收机间隔探测。具体做法是在通信对抗系统、电子战设备及机在雷达辐射波束时，先中断接收机的工作，从而以分时方式使系统完成两种功能。显然 F-16V 也将拥有电子作战能力。另外，这款套件还是美国空军电子战功能产品线的一部分。按照美军规划，未来可以用于任何需要保护的平台。当然，此前版本的 F-16战机同样可以进行升级。2022年3月14日，美国空军寿命周期管理中心宣布，该中心战机已经与先进飞机理事会授予诺斯罗普一份未定价更改订单，要求诺斯罗普公司在18个月内完成 AN/ARQ-257 一体化蝰蛇电子战套件的开发、集成以及硬件认证测试等工作，并制造和提供工程与发展阶段资产，然后在多架 F-16战机上开展飞行测试。因为美国空军觉得，在换装 AN/APG-83 雷达之后， AN/ARQ-257 的装备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满足美国空军开放式任务系统的要求，支持光纤拖曳式诱饵、自适应认知处理方式，以及开放式系统架构兼容等未来升级。这可以为 F-16V 在对抗环境中执行任务时提供有效的保护，同时还能保证 F-16V 符合空军参谋长战斗机路线图中设定的某些使命任务级。另外，在这套系统研发中采用了中间层采办的方式，这样可以充分利用美国军火企业之间的竞争，在不伤害企业能力的情况下，可以显著节约时间与成本。同时还能让空军战略性选择 AN/ARQ-257 作为 F-16机队的先进电子战解决方案。AN/ARQ-257 在2023年4月间已由美国空军进行模拟测试成功，且测试性能优于美空军模拟测试中设定的基准。经过近8个月的后续开发，诺格近日宣布 AN/ARQ-257 已通过实验室整合测验。由于开发进度顺利， AN/ARQ-257 有望于今年搭载在 F-16机身内进行首次试飞。美军之所以仍在大力发展电磁对抗，说白了，制空权虽然取决于隐身能力，但真正的制空权还是需要控制电磁频谱才可以做到。随着美国2024年国防授权案正式披露下一代战机 NGAD 的招标计划，美军虽然没有对外公布 NGAD 项目的要求细节，但许多军方高层都曾透露过 NGAD 的一些大致要求，拥有适应更宽频谱的隐身设计，拥有网络节点能力，能够与无人机协同作战，以及更高的航程等等。与当前的5代机相比，超级机动性似乎不再是6代机的追求。因为美国空军以及各大军火商公布的 NGAD 想象图基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采用了无尾翼设计，通过降低亚音速机动性来换取更好的隐身性能。显然，6代机的设计重点之一就是更好的隐身设计，但并非所有人都认为隐身高于一切。有些人还是觉得制空权虽然取决于隐身能力，但绝对制空权意味着控制电磁频谱。其实战机的隐身设计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被动防御，期望通过减少雷达反射截面积来防止被敌方雷达探测到。不过传统隐身战机的外形与吸波材料是针对 X 波段雷达优化的，因为 X 波段雷达是当前战斗机机载雷达最常用的波段。
NGAD 通过去掉尾翼，再加上新的吸波材料等手段，来达到对更宽频带雷达的低雷达截面积效果。但这种做法仍存在缺陷，首先就是物理定律的限制，战斗机不可能对所有波段的雷达波都能做到优化。比如隐身战机对米波雷达的隐身效果就不是很明显。其次，只要敌方雷达提高发射功率，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战机的隐身效果。最后就是反隐身技术的不断出现，比如利用民用电台的电磁波反隐身，或者利用多部雷达共同反隐身等。所以对于6代机来说，仅仅依靠被动的隐身设计并不能保证战机的绝对安全。所以 NGAD 需要通过电磁频谱控制技术来获得更强的隐身能力。如果被动措施无法保证安全，那就利用主动出击，让敌方雷达变成瞎子。根据 BAE 公司的说法，未来电子战概念主要分为4个组成部分：电子支持、电子防护、电子攻击以及任务支持。未来的电子战不仅拥有电子攻击和防护能力，同时还将包括作战任务分析、任务规划能力，拥有管理工具、测试工具以及维护工具，同时还需要支持和扩展任务的能力，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这就要求未来电子战系统必须具备开放式架构、模块化设计，允许第三方编程，继续通过软硬件架构等来增加可移植性，同时还能显著降低成本。显然 AN/ARQ-257 电子战套件就是这样一款产品的雏形。火力军更愿意相信美国空军是在借助 F-16V 战机来验证6代机所需要的一些技术，你们觉得呢？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下期见。